他是我的父母。那夏侯丹呢？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连我都在犹豫，要不要和他结盟，他却一直坚定的选择我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，你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情来。喝大了可太难受了。谢妃，到朕身边来。皇上，真美。哎呀，皇上，花朝宴要到了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太后娘娘，花朝将至，百花争艳，如今我大夏国国泰民安，一片生机，所以臣妾觉得咱们各位嫔妃们应该各尽所长，为国歌颂，尽一份力，对不对？说得对，臣妾亲自采摘100种鲜花，特意制成了百花糕，味道非常好。臣妾从去年就开始准备了，绣了一幅8尺长的花开富贵，等到花朝宴的时候呀，刚好能绣完。臣妾经过多年的研究，终于培育出了新的品种。为一件事花这么多心思，他们倒是乐在其中。这么一想，当一个纯粹的纸片人至少很开心。我确实知道越多，烦恼越多。你们都有心了，哀家甚是喜欢。皇帝，你觉得呢？更中意哪个呀？昨夜，谢妃在朕寝宫里跳的那些舞，甚是不错。我还跳了舞，完全不记得了呀。到时就让谢妃献舞吧。皇上，就这么定了。娘娘，可是我身体不适。臣妾近日偶感风寒，精神不济。这样大好的日子，臣妾还是先回避一下，免得扫了皇上和太后的雅兴。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有心机，装什么装？姐妹，想装病来博同情，皇上可千万不要被这白莲花的小伎俩给骗了呀！哎，你说这雨妃这身……滚吧！可惜啊，本来是装可爱，谁知道真可以，被嫌弃了，活该。爱妃，今晚接着来朕寝宫，可好？干走，干走！你怎么来了？端王他果然有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徐瑶的这本书把他的计划记录得这么详细，如果夏侯伯真的是站在最高层的话，这本书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？假设他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想要打败你，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什么也不让我们知道。还有，他如果知道我是穿来的，怎么不直接问我，反而几次三番的试探我？而且我今天和他见面了，
我说到我们都不是一个物种，甚至都不是一个次元的时候，他明显迟疑了一下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展现的主动行为，可能只是通过某种方式观察到了我们几个的异常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们可能就是那种能预测未来、开了天眼的半神。而且他觉得我们3个是同类哦。你、我、谢永儿。所以他不信任谢永儿，也不会信任我和你。这么说，他还是个制片人。我还是得想个办法，好好试一试他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是不是得赶紧找到那些学子了？笑什么？你跟他私下会面的事情，就这么告诉我了？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大事，你的关注点就在这儿。我都听到了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要不要吃火锅？好了好了，错。哎，吃火锅去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不会反悔了吧？哎，考生的姓名和特点你都记熟了吗？这可是决定咱们鱼蛋组合生死存亡的一战。放心吧，小问题。手拿把掐。那你怎么忽悠他们来的？卖包子，香喷喷的大包子。客官收好。天下落奸佞之手，知危急存亡之秋。民力一竭，财用一法，士卒一老，人心一力。各位平生不得志，铁马金戈非我求。兄台，好诗啊！我这儿有一首，帮我看看。君子见机，达人之命，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。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忠烈之士沦亡殆尽，内忧外患相人而起。朱学子寒窗苦读数十载，隐忍守义于乱世，有过人之节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江山飘零，取而代之，不如破而后立。愿结交诸豪杰，指点江山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月末东湖一句，共商大计。此行或有凶险，望出行谨慎，以保万全。哎，总裁就是总裁啊！这文采，我这个社畜真是自愧不如啊！陈兄，借用一下。我等前来赴约，是有感于信中所言，粤语知音一叙。今日一看，阁下找我等就是喝酒赏景，也不像信中那样相见恨晚呐。诸位舟车劳顿，还要受这遮头盖面的委屈，在下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正如信中所言，确实仰慕各位的才名已久，诸位写的锦绣文章，在下也常常是口
口诵新为，厌倦。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吧。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富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。这是李兄的文章。涿州李云熙，博学广志，为人高洁，刚正不阿，直言不讳。若长户部，其世事资诸的品性，定能震慑群佞。当服一白。倒是做了一些功课啊。并州杜山，鸿渊一曲，动天下。若长礼部，自会让大夏风清气正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治和之要，首穷其理，变通考量，全以人情。尔兰兄写的和韵，可谓是深入浅出，字字珠玑。若长工部，大夏人口资繁，指日可待。杨兄机灵变通，擅长算学，时移世易。如今吏部正需要你这等人才，方能不拘一格，选贤纳能。我干了。汪昭兄淳朴素直，令人一见便心生好感。将来或许能入鸿胪寺，斡旋于各国之间。阁下给每个人都许了好大一个诺，那么我又要长什么？民以食为天，岑兄若为农官，则更是万民之福。如今西北大旱，西南大水，我近日找到了一部西域典籍，有一作物可抗倒伏，耐涝抗旱。若有机会，愿与岑兄彻夜详谈。殿下，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，皇帝悄悄离宫，去往了西山。西山，好端端的，为何去西山啊？皇帝的别院在哪儿？许是去泡温泉了？两位莫要玩笑了。最近皇帝频频出宫，前几日还坐着车辇绕城外3圈，可又什么都未做就回来了，不觉得奇怪吗？皇帝带了多少人？轻车简行，十分低调，似是不想让人知道。若是如此，我们何不趁此大好机会，将其……你下官可将一支安插在郊外的兵力扮作流寇，定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成此大事。不可呀，王爷！对，不可呀，殿下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们谋划数年，不止一次试过刺杀，可都被那皇帝给躲过去了。若说他真如人前那样昏庸无能，臣是不信的呀。我也不信。如此仓促行事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为何如此优柔寡断呢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！先生，流寇一事，你有几分把握？王爷，已演练许久，不敢说万无一失，但胜算极大。什么户部、刑部、吏部，胡乱的许诺了一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能做得了昏君的主呢。是，头躯报明主，身死为国殇。现如今，朝中能臣凋零，我甚至恨不能一头枪地，唤醒那暴君。你指望那暴君干什么？哎，但听坊间传，端王文韬武略，尚可称为贤王。哎，端王一心谋权，未有为国为民之举，算不得贤王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就陷民生于水火，归根结底，
是君王负了臣民呢？红颜祸水啊！想必那暴君一定是被于婉音那妖妃迷了心智，现在越发的昏庸无道。说我，没错，这正是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啊！没有那女性妖妃的时候，皇上就是个明君了吗？他无能便说他无能，何必怪到一个女子头上？你是在维护那妖妃吗？不然呢？你真认为一个后宫妃子能扰乱朝政吗？明明都是借口吧？怎么是借口呢？坊间都传什么？传人家蛇精脸能消离？一口一个妖妃叫得掷地有声的，李兄难道看过人家施展妖术不成？儿子，李兄，这家伙会说忧国忧民，在下佩人。二安兄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二位，咱是不是跑题了啊？这天下由何人来管，要怎么管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正如给各位的信中所言，破而后立，如何破局，才是关键。依我所见呢，政节人就在人，自古以来应当是能者上，庸者下，如今却是庸者上，能者下。不打破贵族特权，这一切都难以展开。正所谓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正是，战乱未必亡国，灾荒亦未必亡国，可唯有一事可令国运不在，人心尽失，那便是寒门再难出贵子。你还真敢说呀？有何不敢？在座诸位布衣为带，能救大夏几何？诸位且抬头看看，不见青天，唯有烂泥。硕鼠，无实我属，既为苍生，无有不可。说得好，有兄台这般胸襟抱负，大夏可有望了。没错，空有一腔抱负却不能入仕为官，救大夏只能是空谈。阁下果然信如其语，这顿酒喝得痛快。只是阁下到现在还未告知，您到底姓甚名谁呀？来了，这一幕的高潮终于来了。必姓夏侯。此等谈吐，莫不是端？要令杜兄失望了。单名一个“淡”字。至于这位嘛，就是方才各位口中所言的祸国妖妃于婉音。各位才子好。草民王昭，叩见陛下。草民杜山，杨国杰，草民叩见陛下。叩见陛下。你要跪便跪，拉我做什么？想让我跪着昏君，除非我死。诸位，快请起。请陛下恕罪。诸位只知暴君苛政，鱼肉百姓，殊不知这10数年来，朕的皇位早已被架空了。如今的朝政，半数由太后把持，半数由端王左右。他们以大夏的百姓为赌注，一场接一场的豪赌。朕虽心如刀割，只能装作暴君，好以自保性命。今日一叙，是想
向诸位抛开我这颗拳拳之心，希望诸位知我之苦。陛下既有此心，为何不整顿科举，广纳人才？为何要我等形同做贼，避人来见？如此纳才，未免有失君仪吧？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了，单是动一动科举，就会受到多方的阻挠。若不是暗卫四处搜罗，你们的锦绣文章根本到不了朕的岸上。朕也只能暗中联系，才能将各位送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大展宏图。所以，方才许下之事，诸位应知，并不是什么空口白牙的画饼之言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以朕的片面之词，很难在一朝之间，让诸位的赤子之心转向于朕。但朕必须得争取。他日，诸位入了朝，定会被太后和端王等盯上，或纳入，或利用，或针对。到了那日，我愿诸位勿忘今日在舟上痛陈之词，鸿鹄之志，站直了身子，做大夏的脊梁。明明是为招募学子才想出来的话术，可为什么我听完之后却这么想哭？跟他们比，我不多。还记得吗？那天在半月楼，独山说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。他的那首诗，才刚刚在京城中传开，刚给他希望，就遭此结局。想开点，牺牲一个人，换到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。夏侯伯，无论他是遇见的，还是追踪到这儿，来了就杀人，还当着我的面杀。他无非就是想镇守我这个突然想反抗的皇帝罢了。我还在想，他在设定里是有多凄惨的过去，是有感于朝政腐败，才想要夺取皇位。但刚刚他想要杀的人，都是未来的肱骨之臣，是社稷栋梁，是稳住大夏的最后希望。如果他是纸片人，那就是在滥杀无辜；如果他来自更高层，明知道他们是谁，还要下此杀手，那就是为了自己乱世枭雄的未来，提早在旱灾中宣判了无数人的死刑。我于婉英绝不允许。既然都说我是一代妖妃，那我就妖给他看。还在想今天的事儿啊？我刚才冷静下来，更加确定了。确定什么？端王他一定是一个纸片人。怎么说？西山和东湖相隔那么远，端王兵力有限。如果他是上帝视角，明知道我们在东湖，为什么要派大部分兵力去西山，围堵我们的替身呢？他也没有十足的信心。没错。而且在东湖埋伏我们的人数量不多，
明显准备不足，不然就不会是只折了1个学子的事了。对啊，而且在东湖的时候，他们明显没有预估到北叔的战斗力。就像你说的，在我们面前杀人，原本就是为了威慑，没有理由败北啊。要是说连败北都是计算好的，我是不信。所以，端王一定不会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存在。他露馅了。坏了！怎么了？露馅的可能不止他一个。还有谁？你那身虽然很燃，但可能在他那暴露自己了。就这点事儿啊？就这点事儿？你的人身安全可是头等大事。哎呀，其实就算没有我那嗓子，端文早晚也会怀疑我的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我们的计划到底怎么传出去的？行程只有北周和暗卫知道，但原文里他们是保护我到最后一刻，所以不会是他们。学子们在赴约之前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所以也不可能是他们。那会是谁呢？其实除了刚才那些人以外，还有一个人有可能泄密，那就是夏侯惇他自己。就像他说的，牺牲一个人，换得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的。牺牲一个纸片人，换来更大的利益。毕竟他似乎也没把纸片人的命看得有多重。同样是纸片人，也都是风华正茂的栋梁之才，转眼间就……我是不是想多了？要是他也不靠谱，这宫里还有谁能信得过呢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这件事情我会慢慢查。你受伤了，得好好休养。你可以走了。啊？你忘了你失宠了？谢婉儿快来了，走吧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你手上的伤怎么解释？陛下饶命啊！咦，这是哪个眼睛歪着长的太医缠的纱布啊？缠成这副鬼样子。哎，也就还好吧。陛下怎么可以这样？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就算是老爷有错，也不应该迁怒娘娘吧？嗨，不过就是被摔碎的茶杯划了道口子，这怎么能怪皇上呢？可是我明明看到了。嬷嬷，我突然想喝甜粥，能帮我做一碗吗？北嬷嬷是陛下的人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莫要惹得她不快。小梅才不怕呢，只是担心小姐，明明可以和心上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，现在却要被困在这深宫中，整日与那暴君虚与委蛇，他还成天派人监视你。哎，伴君如伴虎嘛，小心脑袋。这小梅怎么还记得原来我暗恋端王的人设？跟我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转变过来？杜兄，平日里你总嫌我抠门，今日我买了最好最贵的花雕球，在那
女儿，多喝点。独兄一生壮志难酬，报国无门，满腹豪情寄予诗文。如今幸遇明君，我等必携独兄之志者，不吝热血，匡扶大夏。独兄，你先看着吧。经此一役，想必诸位也清楚，想和我这个傀儡皇帝在一起，为大夏做一点实事，需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若就此萌生退意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诸位已经得涉机密，恕朕不能放尔等自行还乡，万望谅解。陛下是何意啊？想要杀了我们吗？不会，朕会找一个远离这片泥淖的地方，不会强迫诸位出谋划策，行谋士之事。你们只需安心读书，待到都城的局势稳定之后，无论谁做那个皇位，你们仍是你们，清清白白的可用之才。到那时，再用你们的才学做一代贤臣，百世留名。臣杨卓杰，臣汪昭，臣李云熙，臣尔兰，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，只为大夏国泰民安。大明时日无多，忙不起来，唯愿目睹大夏忧而复明。吾等愿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独兄，当初我们6人约好，一同入仕，为国尽忠。如今4人已去，生者如斯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匡扶明君，以期天下大治，告为你的在天之灵。你放心，这一天不会太久。两奸佞付出代价，早日归命于你。今天天气好，你们陪着哀家，哀家甚是欢喜。太后娘娘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为花朝宴设计的插花，全都是最名贵的品种，寓意是花开富贵。此花确实是名贵呀，可是怎么搭配在一起，看上去有点杂乱无章啊。那娘娘您看看我这个吧，这是一水的茉莉，香气袭人。您闻闻。茉莉果然是清香，可是看上去怎么有点平淡无奇，显得有点寒酸呀。那娘娘，您看，兰花喜不喜欢？空谷幽兰，气质非凡。兰花确实是清雅，只是要考虑寓意。毕竟是摆在皇宫之中，要有大气磅礴之气。是。一位才子的性命不过一捧野花，可为博权贵一笑，却要费尽心思，劳民伤财。谢妃，你准备了什么呀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妾准备了牡丹。牡丹？这也太普通了吧！
是吧？美人说的是，此花虽然常见，但花朝宴1年就1次，这可是太后娘娘的脸面呀。太后说的是，不仅要考虑名贵，还要想着寓意，且不能太寒酸。美丽的牡丹，百花攒簇，倾城艳光独占。牡丹，众香凝翠，盛世堂皇尽展。纵言您娇柔寒露，但温婉便如春风送暖。纵在您富贵迎芳，可曾知您也历尽贫寒。寒雪风尘之时，您正暗运希冀万千；东风拂面之际，您把富贵洒满人间。这么长一段就水灵灵的念出来了，这马屁拍的也太明显了吧！好诗，以花喻人，含而不露。谢妃，你可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呀！难怪皇帝这么喜欢你。谢太后娘娘夸奖。不像有些人上不得台面呢。怎么啥都能捎上我呀？什么花朝宴？我看是吃饱了撑的想花钱，老百姓饿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他们还有闲心搞这些？哎，这也不是回宫的路啊！奴婢看您低着头往这边走，就没敢喊您。我说呢，那咱们……妃娘娘，这皇宫这么大，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？真是倒霉！王爷，娘娘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